在颗粒就是我们现在做出来的。哦，好看。这个里面全是木头吗？对，全是木头。我说我小学没毕业，你们都不相信。今天我带你去看这个大哥，他也是小学没毕业。你这个厂开了多少年了？今年才开的，4、5月份才把这个厂搞起来的。这个行业目前在老挝这边多不多？不多，也就是个1、2家吧。我们这是其中一家嘛。南部那边有一家，我们这里属北部。您当初是怎么样接触这个行业了？当时也是一个朋友说这个行业赚钱，然后我们感觉可以嘛。这种生物颗粒主要的销售对象是哪些呢？销售对象主要烧锅炉，他们烧蒸汽，其实很多东西都用得上，像水泥厂啊，还有烟厂啊，还有他们烤药材的那些都用得上，包括万县那些纸厂，他们都需要烧锅炉嘛，就是代替煤嘛。因为老挝的煤比较贵嘛，然后这个烧起来的话，它的热值啊，经过压缩，它都挺高的。您这个生物颗粒的热值能达到多少？我们拿去昆明测了，是在4100到4300。您这个厂房占地面积有多少？2000多个平方，然后后面这仓库的话，差不多1000个平方吧。如果说以后生意好的话，这些我们都会把它租下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堆的料，全部放在这仓库里面。这里面现在应该有个差不多500吨吧。这个东西的主要成分是什么？主要这个成分是木头，没有其他添加剂吗？没有，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值钱。如果说你再添加那些添加进去的话，那成本就会增加，就会高。老挝最不缺的就是木头。对。你们把那些边角料全部拿回来再次利用。是的，废物利用嘛。国内做生物颗粒的人应该挺多的吧？国内现在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个行业了，但是在老挝这边还是属于一个新的行业吧。你们现在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发到中国，还是在老挝本地销售了？之前想过发中国，但是现在因为赶着过年嘛，它的运费很高，所以我们的成本就会很高。等过了年之后，这个运费降下来之后，我们还是往中国发。这东西了。对，这个就是生物颗粒啊。现在颗粒就是我们现在做出来的。哦，好看。对，现在天气冷还好一点，如果是热的话，你不敢碰的。这个里面全是木头吗？对，全是木头。就是先把这个玩意打成粉，然后再将削片粉碎之后再风干，风干之后推到料槽里面，然后用传声带再进颗粒机，颗粒机进之后就做成颗粒了。这颗粒之后还要经过这里冷却，冷却之后我们就打包这里。哦，就这种。这个就是代替煤。这个请工人的成本高不高？请工人的成本差不多就是900多块钱1个月吧，不包吃不包住。如果稍微会开铲车、趴车的，就是工资多一点，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的样子。做这种工厂的话，投资成本会不会太高？投资成本比国内要高差不多1半吧，因为你这个运输方面还有海关这方面就占了一大截了。做这种生物颗粒有没有什么技术难题啊？有，而且技术含量很高。你像我们请过2个师傅过来的，一直到7月份、8月份，这个颗粒都还没做出来。也是在抖音平台里面跟他们直播间的人，然后聊聊天啊，然后我们再去调那个颗粒机，慢慢的把它做出来了。所以这个东西要慢慢自己去磨。而且这个东西老挝的电压不稳定，它经常会烧电机。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把它电机烧了，现在还没弄好。而且这个最重要的是防火。如果说一旦发火的话，我们这里全部会一把火会烧完了。我们厂里面到处都是灰，我们在后面那个煤跟火那里面找个地方可以聊一下。你真的没有读过书？读了书，但小学没毕业，6年级都没读完。那你做生意的合同怎么写？我不会写啊，家里面那个人嘛，然后让他们把那个合同立一份，那个打印店打出来就行了，让他们签字就可以了。我不认识字的。那你有没有在合同上面吃过亏？吃了很大的亏，就是文字上面的问题嘛。把我坑惨了，那也是我最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踩了一个很大的坑。现在有没有后悔没有读多少书？哎呀，后悔了，当时也是爱玩嘛。现在想起来多读点书还是好，起码认识字嘛。像我们这种字都不认识的。那你在平时的生意当中不是很困难沟通？一般都打电话了。你本来我就不认识字，你还让我去打字的话，我一般都打电话发语音嘛。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来到老挝的？老挝是在中国找不到事做了，然后当时老挝这边也修铁路嘛，想来这边看一下。今年是第几个年头了？今年第6个年头了，结婚没多久就过来了。您在老挝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当时跟一个人合伙嘛，想办法把我撬出来之后，那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，因为身上那时候总共就是25000老币，当时我跟我老婆2个人只能吃1碗早点，那是最困难的时候。后面是怎么度过这种困难期？后面因为我们湖南人在老挝很多嘛，我们也是找到蒙山那个王芳叫芳姐，我当时找她参政，然后她就问我为什么要回去，我就把事情经过给她说了一遍嘛，然后她就说现在老挝一带一路那么好，你回去干嘛？她说，我说我现在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然后她就拿了1000万给我，然后我就从那里拿了200万就自己租了个房子，然后就慢慢从打工到自己开店。我4年转了3个行，从做卷帘门、钢结构，然后再到收废铁，然后再到现在做生物颗粒。你真的是个人才。那有什么人才不能才？反正是年轻嘛，现在多出去闯一下嘛。反正来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嘛，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就25000老币，还不到20块钱人民币。就像我老婆说的一样，只要我带20块钱人民币回老家，那就还是挣到钱。这是我老婆一直跟我这样说的，趁着现在年轻，趁着现在还有个干劲，拼命的往前冲，多挣点钱。以前在家里面条件真的不好，真的不好，就是因为这2年在老挝挣了一点钱，然后就老爸老妈那边也想给他们出来争口气嘛。现在家里面的房子啊也砌好了，装修也搞好了。以前回老家的时候，隔壁邻居也看不起，是不是？现在回去过个年或者干嘛，别人老远就跟你打招呼了嘛。其实也是给爸妈争了一口气吧。我家有3个小孩，2个儿子1个姑娘，现在大的那个姑娘现在读初2了，现在也是叛逆期啊，有的时候常年1年4季在外面，一直没有做到尽爸爸的责任，一直在外面打拼，所以现在家里面小孩对我们就是没那种亲切感，这是我这么多年很内疚的一件事情。趁着今天这个镜头，您可以跟你小孩说一些，还是希望他多读点书。在外面，你不认识字的话，会吃很大的亏。我也不想让他以后会走我这条路。1、2、3，茄子。